撑起乐华大半营收，却选择解约转型，褪去流量滤镜的王一博，到底能走多远打榜的套路？观察和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，来深度盘一盘王一博这步棋。大家如果去翻翻乐华娱乐之前的财报，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王一博一个人撑起了这家公司大半的营收和估值。在偶像经济这个高度依赖头部艺人的商业模式里，他就是乐华绝对的基本盘和摇钱树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偏偏就是在这样被资本高度绑定，看似最安稳也最赚钱的节点，他选择了走向解约转型这条充满未知数的路。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不是惊讶，而是一种终于走到这一步的释然。咱们做行业观察的都知道，流量艺人的生命周期是有天花板的。当个人 IP 的成长速度超过了经纪公司的赋能速度时，解绑和重塑是必然的选择。王一博没有选择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，而是主动跳出舒适区。这种清醒，在如今这个恨不得把1分钱掰成2半赚的内娱，真的挺难得的。爆红的诅咒与绝望文盲的舆论漩涡，咱们把时间线拉回到《陈情令》爆红的那个夏天。那一刻起，王一博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。他从一个大热男团的边缘成员，一个默默练习的舞者，一夜之间被推上了内娱顶流的神坛。但咱们得明白一个残酷的行业定律，爆红的另一面，往往不是鲜花和掌声，而是更复杂、更尖锐，甚至带着恶意的审视。绝望文盲这个标签，之所以能在王一博身上盘桓这么多年，甚至成为他身上撕不掉的一个黑点，其实并非源于某一次单一的翻车事件。从凭《陈情令》跻身顶流开始，这就已经埋下了舆论的伏笔。那一刻起，他不再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演员，而成为了一个被舆论放大镜持续扫描、被大众情绪反复拉扯的公众符号。我个人觉得绝望文盲这个词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它原本的字面意思，变成了内娱流量时代的一种情绪宣泄口。大众其实并不是真的在乎他能不能默写出一篇文言文，大家真正在发泄的是对资本强推、流量至上以及德不配位的逆反心理。王一博太红了，红到成了这种时代情绪的靶心。当一个人被捧到极高的位置时，公众就会拿着显微镜去找他的瑕疵。这种舆论环境是极其苛刻的，他要求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必须拥有老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和完美无瑕的人设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。所以，这个标签的盘桓，与其说是他个人的短板被放大，不如说是流量反噬的必然代价。他必须承受这种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的阵痛事业空窗期的蛰伏，是不迎合的底气。在经历了尖锐的舆论争议，以及外界看来所谓的事业空窗期时，很多流量艺人的常规操作是什么？是赶紧上几档真人秀刷脸，是去直播间带货顾粉，是买几个热搜强行维持热度，生怕自己一天不上榜就被大众遗忘。但王一博没有。在那些没有新剧播出、没有新综艺露脸的空窗日子里，他并没有被动地停留在原有位置去焦虑，也没有试图用喧嚣去填补空白。他选择了消失在公众的视线里，去拍戏，去练摩托车，去跳街舞，去沉淀自己。他把节奏慢了下来，慢到让很多习惯了快消娱乐的看客觉得他糊了。咱们平心而论，在内娱这个一天不上热搜就过气的浮躁环境里，敢于让自己空窗，太需要定力了。我特别佩服他这种冷处理的方式。你看啊，解释是没有用的，在带有偏见的情绪面前，任何辩解都会被视为狡辩，而迎合也是没有用的。靠综艺和热搜堆砌出来的热度，就像泡沫一样，一戳就破。他选择不去回应那些尖锐的审视，其实是一种极高的心理防御机制，也是一种对自我认知的清晰。他知道自己缺什么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他敢于把时间花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。这种留白不仅是在给公众消化他的时间，更是在给自己重塑金身的空间，跳脱流量标签，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新坐标。那么，他在这段看似空窗的时间里，到底在干嘛？其实，他是在一步步跳脱流量艺人的单一标签，在不确定性更高的路径中，建立自己新的职业坐标。转型演员，他去拍无名，拍热烈，拍追风者。他没有继续去演那些安全系数极高、闭着眼睛都能演好的古偶或现偶男主，而是去挑战那些有年代感、有复杂性，甚至需要大幅度颠覆形象的角色。他去跑职业赛车，去拿地组冠军，哪怕摔车受伤。他去参加街舞比赛，去和那些真正的地下舞者 battle。 看到这里，我挺感慨的。咱们做职业规划的都知道，走安全牌是最容易的。如果王一博只想赚钱，他完全可以继续维持酷盖人设，演偶像剧，接高奢代言，舒舒服服地做他的顶流。但他偏不，他选的这些路容错率极低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演正剧，他的台词和演技会被老戏骨们放在聚光灯下反复对比，甚至被挑刺。去赛车，那是真的会流血流汗，有生命危险的，但我反而觉得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他打破流量诅咒的唯一解药。流量艺人最怕的是什么？是悬浮，是活在粉丝和资本编织的真空里。王一博主动去触碰这些不确定性，去吃苦，去受伤，去被批评，其实是在主动打碎那个完美偶像的壳子。他是在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去接地气，去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职业艺人的护城河。这条路并不热闹，也不讨巧，甚至有时候会吃力不讨好，但它却是最扎实的长期主义的选择，不依赖解释，只让作品和时间说话，在不确定性中摸爬滚打。王一博的这条路，本质上更接近一种长期主义的选择。什么是长期主义？在娱乐圈，长期主义就是不赚快钱，不透支信誉，是不依赖解释，不依赖喧嚣，只让作品与时间共同给出答案。当外界嘲笑他绝望文盲时，他没有发长文去证明自己读了多少书，而是把角色啃透，用追风者里魏若来的成长弧光去回应。当外界质疑他转型演员的可行性时，他用一部部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电影去打破偏见。我个人一直有个观点，在内娱，流量是快消品，但作品是硬通货。很多流量艺人转型失败，就是因为他们把流量当成了实力，舍不得放下身段。但王一博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老派的匠人精神。他话不多，性格闷，但他把表达欲都倾注在了作品和热爱里。他不依赖解释，是因为他明白，在专业的领域里，实力才是唯一的通行证。喧嚣只能带来短暂的关注，而作品才能留下长久的印记。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，一条需要用汗水、伤疤和无数个日夜的打磨去铺就的路。这种长期主义的坚持，在如今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，显得尤为珍贵。褪去流量滤镜，王一博能走多远？回到咱们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，褪去流量滤镜，王一博到底能走多远？其实，当他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并且用实际行动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得比绝大多数同期流量艺人要远了。撑起乐华大半营收，那是他的过去，是资本赋予他的商业价值；而选择解约转型，那是他的未来，是他对自己人生掌控权的夺回。褪去流量的滤镜，他不再是一个被凝视的符号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热爱、有追求的创作者。最后，我想说，王一博能走多远，其实已经不再取决于他能拿多少代言，能上多少次热搜，而是取决于他对演员或者职业艺人这份工作的敬畏心能保持多久。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，他的底色是纯粹的。他热爱赛车，就会去拼命练；他热爱街舞，就会去死磕动作；他热爱表演，就会去一个个角色里打磨。只要他保持住这份对专业的敬畏，保持住这种不喧哗、自有声的长期主义定力，时间一定会给他一个最漂亮的答案。咱们作为看客，不妨少一点苛责，多一点耐心。毕竟，在这个喧嚣的娱乐圈里，愿意沉下心来慢慢走的人真的不多了。而时间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赶路的人。